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啊，真是让我哭笑不得。要说两岸的婚恋市场有什么不同，经过这个案例，大家就能明白了。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故事的主角吧。女方叫小姚，是上海人，家里做外贸生意，从小含着金汤匙长大的那种。自己也是海归硕士，在上海一家外企做管理，年薪50多万，身高1.65米，气质特别好，走到哪里都是回头率超高的那种。按照他自己的话说，就是本小姐走到哪儿都是焦点。男方叫阿伟，台湾新竹人，台大电子工程系毕业，现在是台积电的高管，35岁，身高1.78米，长相吗？中等偏上，但气质特别儒雅。是那种传统又有现代感的台湾男生。这两个人怎么认识的呢？是通过我这个红娘介绍的。事情要从半年前说起。那天小姚来我的婚恋工作室，一进门就气冲冲地说，丽姐，我不想再找上海男人了，太精明了，算计太多，而且大多妈宝男，我想换个口味。我笑着问他，那你想找什么样的？小姚想了想，说，我听说台湾男人很温柔体贴，会照顾人，不像大陆男人那么大男子主义。但是我又听说台湾男人很抠门，很穷。丽姐，你说这是真的吗？哎呀妈呀，这话要是被台湾人听到，非得跳脚不可。我赶紧解释，小姚啊，你这个认知有点偏差。首先，台湾社会确实比较注重男女平等，男生从小就会做家务，相对来说比较会照顾人。但是说台湾男人穷，这个就太以偏概全了。台湾虽然面积小，但经济发达啊，人均 GDP 在亚洲地区可是数1数2的，特别是科技产业，全球顶尖水平。比如说台积电，全球最大的芯片代工厂，市值超过4000亿美元呢，里面的高管、工程师年薪都是100万起步的。小姚撇撇嘴，真的假的？我怎么听说台湾年轻人都是 22K， 只月薪22000新台币，约合人民币5000元起步，买不起房，还被称为厕所族。我哭笑不得，那是台湾的社会问题之一，就像大陆也有北漂蜗居一样，但不能因此就觉得台湾人都穷啊。台湾的贫富差距也是存在的，有钱人和普通人的生活差距也很大。小姚将信将疑，那丽姐，你给我介绍个台湾男生呗，我倒要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正好那时候阿伟通过朋友介绍来找我，说想认识大陆女生。阿伟是台积电高管，条件非常好，但是因为工作忙，一直没有合适的对象。我想了想，觉得他和小姚挺配的，就安排他们见面了。安排见面之前，我特意跟小姚说，这个台湾男生条件很好，在台积电做高管，你可别带着偏见去见人家。小姚满不在乎地说，切，高管怎么了？我爸那公司的高管年薪也就30-40万，台积电再厉害，能有多少钱？我猜也就年薪50-60万吧，比我高不了多少。我当时就想说，你可真是井底之蛙啊！但我没说出口，只是神秘的笑笑。见了面你就知道了。见面那天，我特意选了上海一家低调但很高级的日料店。为什么选这里？因为我知道阿伟平时在台湾就喜欢吃日料，而且这家店的均价在2-3千一位，可以测试一下小姚说的台湾男人抠门到底是不是真的。小姚提前半小时到了，看了菜单后眼睛都直了。丽姐，这也太贵了吧，一份刺身就要600多，会不会吓到你那个台湾朋友啊？我笑而不语，心想等着看吧。7点整，阿伟准时到了。他穿着简单的深蓝色衬衫和卡其色休闲裤，手上戴着一块百达翡丽，我一眼就认出来那是鹦鹉螺系列，价值至少200万。但如果不懂表的人，可能会觉得它很朴素，甚至有点寒酸。小姚明显也没看出来阿伟的表有多贵，他悄悄在桌下踢了我一脚，用眼神示意我，就这。阿伟很有礼貌的和我们打招呼，台湾腔温温柔柔的，不好意思，路上有点塞车，没有让各位久等吧。小姚客气的回应，没有，我们也是刚到。但我能感觉到他有点失望。点菜的时候，阿伟很自然地问，两位有什么不能吃的食材吗？有什么想吃的吗？小姚故意说，我什么都可以，就是这里的伊式龙虾看起来不错，但是好贵啊，一份要3000多呢。阿伟听了只是笑笑，龙虾很新鲜的话，确实值得一试。这样吧，
我们点一份来分着吃，再点些其他的寿司和刺身，应该正好。接着，他很流利地用日语和服务员交流，点了一桌子菜，完全没有在意价格。最后还加了2瓶清酒，也是随便一瓶就上千的那种。小姚看着阿伟的表现，明显有点惊讶。饭桌上，阿伟谈吐优雅，有见识，会聊天，知识面很广，从艺术到科技，从历史到时尚，都能聊上几句。小姚渐渐被吸引住了，也开始认真交流。吃完饭，买单的时候，账单大概15000左右。阿伟自然地拿出一张黑卡结账，动作一气呵成，没有任何犹豫。走出餐厅，阿伟问要不要去附近的酒吧坐坐。小姚看了看时间，已经快10点了，犹豫了一下说有点晚了，改天吧。阿伟礼貌地点点头，那我送你们回去。我赶紧说不用，我们自己打车就行。分开后，小姚立刻抓住我的手臂，丽姐，这个台湾男人不一般啊，一顿饭1万多，眼睛都不眨一下，而且他好有教养，一直在关心我们吃的舒不舒服，特别体贴。我笑着说，怎么样，改变对台湾男人的看法了吧？小姚点点头，又摇摇头，他确实和我想象中的不一样。但是丽姐，他真的是高管吗？看起来这么年轻，而且穿着打扮也很普通啊。我神秘的笑笑，你知道他戴的什么表吗？小姚茫然的摇头，没注意，看起来挺普通的，怎么了？百达翡丽鹦鹉螺，至少200万。啊！小姚惊讶的嘴巴都合不拢了，他真的这么有钱？我跟你说了，他是台积电高管，年薪至少几百万美元，你还不信？这就是台湾和大陆精英阶层的一个区别。台湾的有钱人，特别是科技行业的，大多比较低调，不喜欢张扬，他们更注重实用和品质，而不是表面的光鲜亮丽。小姚若有所思，难怪他对那些昂贵的食材这么淡定。丽姐，我感觉他挺适合我的，你看他好像对我也有兴趣，能不能帮我再约他出来？我笑而不语，心想这才刚开始呢。第2次见面，小姚特意打扮了一番，穿了她最贵的那件香奈儿连衣裙，戴了卡地亚的首饰，提了爱马仕的包包。她自信满满的觉得这样的搭配一定能让阿伟刮目相看。没想到见面的时候，阿伟只是礼貌地说了一句今天很漂亮，然后就没有更多关于他穿着打扮的评价了，这让习惯了被大陆男生夸张赞美的小姚有点失落。这次阿伟提议去看一场话剧，是台湾一个剧团来上海的巡演，虽然不是特别昂贵的活动，但整个过程阿伟都很投入，在适当的时候会低声给小姚解释一些剧情背景。看完后，两人去了一家普通的台湾小吃店，阿伟说想让小姚尝尝正宗的台湾味道。小姚有点不解，为什么不去好一点的餐厅？阿伟笑着说，有时候最朴素的食物才最能代表一个地方的文化。台湾的魅力不在于那些高档餐厅，而在于街头巷尾的小吃。这家店的卤肉饭和牛肉面是老板从台南带来的祖传配方，特别正宗。吃饭过程中，小姚忍不住问阿伟，听说台湾男生都很会做家务，是真的吗？阿伟点点头，应该说是必须会吧。台湾的教育中，不分男女都要学习基本的生活技能。我从小学就开始学做饭、洗衣服，现在虽然工作忙，但周末还是会自己下厨，也会打扫房间，这些都是基本的生活能力。小姚惊讶地说，真的假的？我认识的上海男生，很多连洗衣机都不会用，更别说做饭了。阿伟笑了，这可能是文化差异吧。台湾社会比较强调男女平等，家务不是女性的专属工作，而且台湾房价高，年轻人早早就要独立生活，不会做家务根本不行。这顿饭虽然只花了200-300元，但小姚却感受到了不同于第一次见面的另一种魅力。阿伟不是那种只会花钱的富二代，他有自己的生活哲学和价值观。饭后，阿伟提出送小姚回家。在车上，小姚注意到阿伟开的是一辆普通的丰田车。你的车好普通啊，我以为你会开宝马或者奔驰呢。小姚直白地说。阿伟笑了笑，在台湾，车子主要是代步工具。我平时上下班，这辆车够用了，而且丰田的混合动力系统很省油，对环境也友好。小姚若有所思，你们台湾人真的很不一样。在上海，男生如果条件好，第一件事就是买豪车，然后才会考虑买房。阿伟点点头，这就是文化差异吧。
台湾人可能更注重实用性和生活品质，而不是表面的东西。当然，每个人的价值观不同，我只是习惯了这种相对低调的生活方式。送到小瑶家门口，阿伟礼貌的道别，说改天再联系。回到家，小瑶越想越觉得阿伟与众不同。他给我打电话，丽姐，我感觉阿伟真的很特别。他有钱但不炫耀，有内涵但不装腔作势，对人真诚但有距离感。这种男人在上海简直太少见了。我笑着说，这就是台湾精英男性的特点啊，他们受儒家文化影响深，讲究君子之交淡如水，不会一上来就热情似火，然后转眼又冷淡。他们的感情需要慢慢培养，但一旦认定了，通常都很专一。小瑶兴奋地说，丽姐，我决定了，我要认真追求阿伟，我要让他知道，上海女人也有与众不同的一面。我心里暗笑，小姑娘，你可别太自信了。阿伟可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搞定的。台湾男人的恋爱观和大陆有很大不同，他们看重的是两个人是否真正合拍，而不仅仅是外表和物质条件。接下来的日子，小瑶主动约阿伟出去玩，带他去了上海的各个地方，从外滩到田子坊，从博物馆到古镇。阿伟也很配合，两人相处的还不错。但是事情的转折点出现在第5次约会。那天，小瑶带阿伟去见她的几个闺蜜。一开始气氛还不错，大家相谈甚欢，但酒过3巡，话题渐渐转向了两岸差异。其中一个女生半开玩笑地说，阿伟，听说台湾男人都很抠门，是真的吗？另一个女生接着说，对呀，我有个朋友嫁到台湾去了，说她老公连买个包包都要计算半天，超级小气。阿伟脸上的笑容逐渐僵硬，但还是礼貌的回应，每个人的消费习惯不同吧。台湾社会确实比较注重储蓄和理财，可能在大陆朋友看来会显得抠门，但这是不同的生活方式而已。小瑶的闺蜜不依不饶，那台湾男人是不是都很大男人主义啊？我听说台湾女生嫁人后都要回归家庭，不能工作。阿伟摇摇头，这个印象太片面了。台湾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其实很高，而且在政治、经济各方面的地位都很高。台湾曾经有女总统，现在很多大企业的高管也都是女性，气氛渐渐变得尴尬。小瑶试图转移话题，但她的闺蜜们似乎今天就是来刁难阿伟的。最后，一个喝得有点多的女生直接说，其实我觉得台湾男人最 low 了。经济条件不如大陆男人，又舍不得花钱，还整天一副文青样，装什么清高啊？这话一出，全场安静了。小瑶尴尬地看着阿伟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阿伟平静地放下筷子，擦了擦嘴，可能我对 low 的理解和你不同。在我看来，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他花多少钱，开什么车，穿什么衣服，而在于他的内在品质和对生活的态度。说完，他礼貌地起身，不好意思，我明天一早有视频会议，需要提前准备一下。小瑶，我先走了，你继续和朋友们聚会吧。然后他主动买了单，礼貌地向大家道别离开了。阿伟走后，小瑶立刻责备她的闺蜜们，你们干嘛这样说话？阿伟条件超好的，人也特别好。闺蜜们笑着说，我们这不是帮你试探他吗？看他生气了吗？小瑶担忧地说，他表面上没生气，但我感觉他心里不舒服了。完了，要是他因此不理我了怎么办？另一个闺蜜不以为然，切，他要是因为这点小事就不理你，那说明他心胸狭窄，根本配不上你。小瑶心里一沉，心想，你们根本不了解阿伟。当晚，小瑶给阿伟发了信息道歉，但阿伟只是简单回复说，没关系，理解大家聚会时开玩笑。但从此之后，阿伟明显变得有些疏远，约会的频率也降低了。小瑶急得不行，又来找我帮忙。她一进门就哭诉，丽姐，我的闺蜜们太过分了，她们把阿伟给得罪了，现在他对我冷淡了不少，我该怎么办啊？我听了小瑶的哭诉，叹了口气，你这闺蜜啊，真是帮了倒忙。台湾人最重视的就是相互尊重，你们这样当面说人家漏，换谁都受不了啊。小瑶急得直跺脚，丽姐，我该怎么办啊？阿伟这几天都没怎么回我信息，我怕他就这么消失了。我安慰他，别急，我来帮你分析一下。台湾男人和大陆男人处理情感问题的方式不太一样，大陆男人可能会直接表达不满，吵一架，然后和好如初。
但台湾男人更内敛，受伤了不会直接说，而是选择默默退开。你得理解这种文化差异。小姚恍然大悟，难怪阿伟表面上说没事，但实际上已经开始疏远我了。丽姐，那我该怎么挽回啊？我想了想，说你得真诚道歉，而且要用实际行动证明你对他的尊重，不是简单发个信息说对不起就完了。小姚立马问，具体怎么做？首先，我认真地说，你得了解台湾文化，了解他的成长背景，这样才能真正理解他为什么会对你闺蜜的话那么敏感。其次，你要表现出你对他价值观的尊重，不要以为有钱就可以随便花，也不要以为穿着朴素就是露。说实话，在台湾精英圈子里，过度炫富反而是很俗气的表现。小姚若有所思，我好像明白了。阿伟一直很低调，即使条件那么好，也不张扬，这可能是他的价值观吧。没错，我点点头。台湾社会虽然也有崇尚物质的一面，但传统文化的影响更深。很多台湾精英家庭教育孩子要富而不奢，低调做人，高调做事，这和大陆现在流行的炫富文化是有冲突的。小姚沉思片刻，突然说，丽姐，我想去台湾一趟，亲眼看看阿伟生活的环境，了解那边的文化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眼前一亮，这个主意好，不过你得做好准备，台湾和上海很不一样。就这样，小姚决定飞去台湾，他提前给阿伟发了信息，说想去他的城市旅游，希望能见一面。阿伟回复得很客气，说可以在工作之余当他的导游。小姚来找我帮他准备行李，丽姐，我该带什么衣服啊？要不要带礼物给阿伟？我笑道，带些简单大方的衣服就好，不用太奢华。至于礼物，台湾人很讲究，心意不在乎价格，你可以带些有上海特色的小礼品，比如老字号的点心或者工艺品。小姚点点头，又问，那我见到阿伟的父母该怎么表现？如果他们问我是做什么的，要不要说实话啊？我一愣，你要见他父母？小姚不好意思地笑了，是啊，阿伟说他爸妈知道我要去，想请我吃个饭。哎呀，我紧张死了，我心里暗喜，看来阿伟对小姚还是有意思的，不然不会这么快就让他见父母。那你更要注意了，我认真地说，台湾的长辈很注重礼节，你要表现得有礼貌，说话不要太直接，可以多问问他们的生活，表现出你的关心，不要一上来就谈你家多有钱，你工作多厉害，这会让人觉得你太势利。哦，对了，记得叫长辈叔叔阿姨，不要叫伯伯伯母，那是大陆的叫法。小姚频频点头，一一记下。就这样，小姚启程前往台湾，一下飞机，他就给我发信息说，丽姐，台湾真的好干净啊，路上几乎看不到垃圾，而且大家都很守秩序，不插队。我笑着回复，这就是不同的社会氛围，多观察，多学习，对你有好处。第二天，小姚兴奋地给我连发了好几条信息，丽姐，阿伟的家也太让我震惊了，他住在新竹科学园区附近的别墅，装修特别有品味，简约但很高级，完全不是我想象中那种破旧的小房子。而且他家的保姆是个菲律宾阿姨，英文说的特别好，家里干干净净的，还有花园和游泳池。阿伟带我去了新竹的夜市，哇，台湾小吃真的太好吃了，虽然环境不像上海那么高级，但是味道绝了。看着这些信息，我在心里偷笑，小姚总算开始了解真实的台湾了。第3天晚上，小姚去了阿伟家吃饭，见了他的父母。回来后，他立刻给我打电话，声音里带着惊讶，丽姐，阿伟的爸爸好有气质啊，是那种很儒雅的教授型人物，说起话来慢条斯理的，但特别有内涵。他妈妈是医院的医生，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好多，而且超会烧菜。最让我惊讶的是，他们家虽然条件那么好，但生活方式特别朴素，饭桌上就几个家常菜，但每道都很精致。饭后，阿伟爸爸泡了功夫茶，我们边喝边聊，气氛特别好。我笑着问，那阿伟父母对你印象如何？小姚有点不好意思，应该还不错吧，我按照你教的，很有礼貌，多问他们问题，少说自己。阿伟妈妈还夸我乖巧懂事呢，我由衷为小姚感到高兴，看来你这次台湾之行很成功啊。小姚的声音突然低了下来，但是丽姐，有一件事我很困惑。什么事？阿伟带我参观他公司的时候，
我才真正意识到他有多厉害。他在台积电负责一个重要的研发项目，手下有几十个工程师，年薪至少几百万美元。可是他的生活方式也太简朴了吧？我笑着问，怎么个简朴法？小姚叹了口气，他开的还是那辆普通丰田车，午餐就在公司食堂吃，比我们上海白领吃的还简单。同事们都很尊敬他，但没人巴结他，大家相处的特别平等。这和上海的职场氛围也太不一样了吧？这就是台湾和大陆精英阶层的差异之一。我解释道，台湾的精英更注重实用主义和低调生活，很多富人甚至会骑电动车上班，不会刻意用物质来凸显自己的地位。而在大陆，尤其是一线城市，人们更倾向于通过外在标志来彰显身份。小姚若有所思，难怪我第一次见到阿伟时，根本没看出来他那么有钱。我感觉我以前对台湾的认知真的太片面了。那现在你和阿伟的关系怎么样？我好奇地问。小姚的声音突然变得雀跃起来，好多了。他今天送我回酒店的时候，终于主动牵了我的手。我乐了，看来你这次台湾之行很值得啊。丽姐，我好像真的喜欢上阿伟了。小姚的声音变得柔软，他真的很特别，不仅有能力，还很有内涵。最让我感动的是，他对父母超级孝顺，每周都会回家陪他们吃饭，还会亲自下厨，和我认识的那些上海男生完全不一样。我意味深长地说，这就是两岸婚恋观念的不同。台湾社会保留了更多传统价值观，比如孝道、谦逊、勤俭。当然，台湾也有爱炫富的年轻人，但整体来说，他们的婚恋观更注重人品和相处模式，而不仅仅是物质条件。小姚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，丽姐，我想认真考虑和阿伟的关系，你觉得我们合适吗？会不会因为文化差异而有问题？我笑道，只要互相理解，尊重对方的文化差异，反而能成为你们感情的调味剂。关键是你愿不愿意接受他的生活方式，他也能不能接受你的性格特点。我愿意为他改变。小姚坚定地说，这几天在台湾，我真的感受到了不同的生活氛围，感觉比上海那种拼命攀比的环境轻松多了。1周后，小姚回到上海，迫不及待地来找我分享好消息。丽姐，阿伟向我表白了。他说很欣赏我这次主动去台湾了解他的文化，感受到了我的诚意。我开心地恭喜他，太好了，看来我这个红娘没白当。小姚激动地说，他下个月会来上海出差，说要见我父母。丽姐，你说我该怎么安排啊？要不要带他去最好的餐厅，让我爸爸展示一下我们家的实力？我赶紧摇头，千万别，就像你在台湾体验到的那样，阿伟家虽然很有钱，但生活方式很低调。如果你刻意安排太奢华的场合，反而会让他不舒服，不如在家里吃个便饭，让气氛更自然温馨。小姚恍然大悟，你说的对，我应该让阿伟感受到我们家的温暖，而不是炫耀。后来，阿伟果然来上海见了小姚的父母。令人意外的是，小姚父亲和阿伟相谈甚欢。原来小姚父亲年轻时曾在台湾留学过一段时间，对台湾文化很了解，两家人相处得非常融洽。3个月后，阿伟正式向小姚求婚了。求婚的方式并不是在豪华餐厅里单膝下跪，而是带他去了他们第一次约会的地方，那家台湾小吃店，简单而温馨地送上了戒指。婚礼定在半年后，两地各办一场。小姚忙着筹备婚礼，常常来找我商量。有一天，他突然问我，丽姐，你说我是不是应该学习做菜啊？阿伟说他很喜欢家常菜，但我连水都煮不开。我笑道，可以呀。台湾男人普遍很重视家庭生活，虽然他们自己会做家务，但也会欣赏妻子的贤惠。于是，小姚开始学习烹饪，特别是台湾家常菜。阿伟知道后非常感动，说这是小姚给他最好的礼物。婚前，两人就住在哪里产生了一些分歧。阿伟希望小姚能去台湾生活，而小姚舍不得上海的事业和朋友。经过深入沟通，他们最终决定先在台湾生活2年，然后再考虑是否回上海，或者两地都保留住所，经常往返。婚礼当天，阿伟在台湾的同事们都来参加了。小姚才发现，原来阿伟在公司的地位比他想象的还要高，很多台积电的高层都是他的朋友。
但即使在这样的场合，大家的着装依然简约大方，没有刻意炫富的氛围。婚后，小瑶逐渐适应了台湾的生活。她惊讶地发现，台湾的社会保障比上海还要完善，医疗、教育等公共服务都很优质。她在台湾开了自己的时尚顾问工作室，生意做得不错。1年后，小瑶怀孕了。阿伟比她还紧张，每天变着花样给她做各种营养餐，周末带她去郊外散步，完全是一个模范丈夫的样子。小瑶常给我发信息，分享她在台湾的生活。丽姐，台湾真的太适合养孩子了，空气好，节奏慢，邻居都特别热情。我现在才明白，生活质量不仅仅是物质条件，更是一种精神享受。我欣慰地回复，看来你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。有一次，我去台湾出差，特意去看望了小瑶和阿伟。他们的家虽然不是特别奢华，但处处充满温馨。小瑶已经完全融入了台湾的生活，甚至学会了说一口流利的台湾腔普通话。吃完晚饭，小瑶拉着我的手说，丽姐，谢谢你当初给我介绍阿伟，如果不是你，我可能到现在还以为台湾男人都很 low， 错过了这么好的姻缘。阿伟在一旁笑着说，我也要谢谢丽姐，如果不是你，我可能还以为上海女生都很势利呢。我看着她们幸福的样子，感慨万千，这就是我做红娘的意义啊，让不同背景的有缘人相遇，打破偏见，找到真爱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希望大家都能遇到自己的真爱，不要被刻板印象影响了判断。我是丽姐，下期再见。